大家好，我是小陈。今天我想谈一谈一本书，这本书总结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精要，讲述贫穷地区陷入贫穷泥沼，无论多少国际援助都无法帮助当地人实现自给自足。比起成功学与成功学相对的失败学，其实对你我更重要。无才、无背景、无命运眷顾的三无凡人，这辈子不太可能成功，反而更可能陷入贫穷。透过了解经济上失败者的故事，避免自己陷入相同的思维模式。第一个故事，预防胜于治疗。在非洲盛行疟疾，只需要经过消毒处理的蚊帐就可以预防。在非洲盛行霍乱，只需要一台净水器就能够避免。在印度盛行各种流感，只需要一剂疫苗就可以免疫。这三个东西都有国际援助，让当地的穷人可以免费使用。但是大部分的穷人一样嫌麻烦，不挂蚊帐，不装净水器，不前往医院施打疫苗。在台湾，我发现大部分人对健康的态度跟穷人一样愚蠢，不运动，吃垃圾食物，不愿意花小钱做健康检查，前半生用命赚钱，后半生用钱买命，这是大部分人的人生写照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些人还愿意花大钱为自己买各种人身保险。所以他们并不是不重视健康，而是用错误的方式控制风险。明明很低的成本可以大幅降低健康风险，而大部分人却选择成本最高的方式做事后补偿。第二个故事，穷人讲究及时行乐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年的自己是不是还有命可以享受，所以就算有足够的金钱，他们也不一定会去购买粮食，宁可忍饥挨饿也要享受。可能是美食、电视机、一双球鞋，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永远穷困，再多的援助也会被他们浪费掉，就连温饱都有困难时还把钱拿去享受。这种对金钱愚昧的态度其实跟月光族很像，提前消费，提前享受，为此不惜缩衣节食，甚至背上负债。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目之所及都是琳琅满目的营销广告，消费主义至上的生活方式才是主流，消费未来的收入作为当下的支出，正是大部分人资产无法积累的原因。第三个故事，不重视长期投资。穷人非常不重视教育和学习，他们不认为投资自己增加未来收入可以改变命运。纵使有免费的学校，他们也不愿意送孩子去上学，宁愿送去做工赚钱。其实学校是训练打工人的好地方，如果想要维持生计，提升生活品质，透过学校训练是非常划算的。对于大部分的打工人来说，学历决定收入是一条铁则，即便我们都知道学历与能力无关，除非你愿意走上创业或是投资之路。教育是一种长期投资，不重视教育相当于不重视长期投资。而大部分投资人在股市杀进杀出，期待一夜暴富，看重眼前的蝇头小利，放弃未来的高额稳定收入。这些人跟短视的穷人有什么区别呢？第四个故事，充满偏见。以上三点都不是穷人最致命的原因，重点是穷人的观念僵硬，难以教化。穷人对国际援助的接受度很低，不管是疫苗、教育、药物等等，除了实实在在的粮食，他们看不见其他东西的价值，而且非常难透过沟通让他们了解这些东西的价值。身边的人都是穷人，在一个放弃独立思考、人云亦云的环境中，思维自然成长成贫穷的样子。偶尔有几个穷人思想上启蒙，马上就会脱离既有的圈子，实现阶级跨越。既有的穷人圈子一样维持人人愚昧，以教化不是他们的特征。其实大部分人也一样，不愿意学习，人云亦云，没有独立思考能力，思维上的懒惰才是阶级固化的原因。在股市中，不看财报，不研究产业，不注重公司基本面，单纯听小道消息和看线图做交易，这是大部分股民的写照。正是这份懒惰害死无数投资人，而更悲哀的是，告诉他们真相还被嗤之以鼻。偏见和愚昧使这些人陷入经济困难的泥沼。最后我要提醒各位，我们并不比这些愚昧的穷人优秀多少。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春和景明，也有不测深渊。
说什么岁月静好，你只不过是恰逢盛世。从食衣住行到价值实现，都有一张稳定向上的经济发展，而我们很难意识到，这些我们坐享其成且习以为常的状态，是一种奢侈品，因为我们已经麻木了。这种麻木不是天经地义，只是生正逢时的我们换了人间，也换了心境。麻木是奢侈品，而洞察和领悟本身更奢侈。要有所警觉，我们可能离贫穷不远，继续维持现状难保不会沦陷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帮我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